这个孽畜在自己日文论文中同样引用自己写的资料，24万吨化肥只有13万吨运来台湾，这句话消失了，没有了。在日文论文中不敢造谣，只在中文论文中故意抹黑造谣，是为了台湾价值洗涤人心，脸和菊花都不要了，这个孽畜。各位朋友又见面了，我是佐罗，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了解嘉义，熟悉嘉义，分析嘉义，就能更好了解嘉义228。嘉义在日本殖民时期是铁路和公路的交通要道，并且有大量跟日军作战配套的军事基地、军需仓库和军工厂。盟军对嘉义进行了3阶段的高强度轰炸，第一阶段是针对军事基地，第二阶段是针对军需仓库和军工厂，第3阶段是针对民用设施。一开始是为了登陆台湾准备，后来配合冲绳战役，防止日军从台湾支援冲绳，所以二战中台湾的军事能力必须要摧毁。比如这张航拍照片显示，嘉义水上机场被轰炸的满地弹坑。下一张照片是轰炸台拓嘉义化工厂和嘉义火车站，造成嘉义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大面积高强度的轰炸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战后恢复起来十分困难，一边要养活原来的工人，一边要清除废砖瓦，才能在废墟上重建工厂。口述编织者台史所所长徐雪姬女士在民国82年的论文中这样写：另外，嘉义附近的热带化学公司原有100多个工人，加工制造来自800多个农场生产的树薯，但派任掌理该公司的总经理却不顾众人的反对，将机器当废铁卖，使工厂解体。不仅农家的树薯没有人收买，而工人自然也失业了。另一家酒精工厂因失修而只能停止生产，因此一个容纳3200名雇员的工厂被削减到只剩130人。抄袭小人手，台历史硕士陈武兰在民国98年的硕士论文直接照抄原文，相隔16年的2篇论文 Ctrl 加 C 就能体现台湾价值。台湾价值就体现在这句话：不顾反对，将机器当废品卖，导致工厂解体，工人失业。先说结论，赤裸裸的造谣抹黑。嘉义的热带化学公司和酒精工厂就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下属工厂，嘉义化学工厂的2个配套企业。二战时期，在日本海军支持下，嘉义化学工厂、酒精工厂用树薯为原料酿造出的乙醇制造乙辛烷的航空汽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溶剂工厂。产品经过铁路运输到高雄港，然后海运到日本军港，提供给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作战使用，显示出台日合一的殖民供需体系。盟军为了断绝日军的后勤供应，1945年4月，嘉义被盟军猛烈轰炸，嘉义化学工厂已经全部停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嘉义化学工厂自然还是废墟状态，工厂的生产线自然也是报废状态。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态度是去工业化，也就是说，日本设计的工厂生产线没有零配件修复，生产线也无法恢复生产。加上嘉义化学工厂是日本海军工厂，大部分的技术员是日本军方背景，日军背景人员遣返日本是盟军最重要的命令。一个小小的公司经理没有能力强留日军战俘，没有骨干技术员，没有维修的零配件，被炸毁的机器为什么不能报废当废品卖？何况台拓的档案资料从1945年开始到现在，汗牛充栋，多如牛毛，不去翻阅，不去查证，为了台湾价值，为了造谣抹黑，脸都不要了。口述编织者徐雪姬在论文中还说，其次将东南亚最大的广播电台收播的大铁塔当作废品来卖，指民雄电台。抄袭小人手，陈武兰也照抄，像那东南亚最大的广播电台用来收播的大铁塔也被他们当作废铁具来卖。民雄电台的作用是什么？你们知道吗？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日本政府为了彻底宣扬南进政策的军事及新战用途，不让台湾聆听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决定新建一座大功率广播电台，对抗中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于是选择于嘉义郡民雄庄顶寮的广大水田新建大电力广播电台，其目的是确实的将胜利引导以后的电波站，成为东南亚共荣圈建设的伟大基础。1940年，电波涵盖范围远及东南亚及中国江苏省和南京市等地区。同时间的中国大陆这边，迁往陪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经常会被民雄电台干扰。在东南亚这边，美国之音 VOA 对东南亚国家的广播节目也会被民雄电台干扰。
特别是1944年麦克阿瑟登陆菲律宾后，民雄电台持续对菲律宾广播日本大本营战报，让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深恶痛绝。台湾光复后，基于3点，民雄电台必须拆除：一、日本军方的新战设施必须拆除；二、民雄电台地位下降，铁塔失去存在意义；三、防止余孽强占民雄电台进行反盟军宣传。口述编织者抄袭小能手，不去翻阅资料，不去查证真伪，为了台湾价值，为了造谣抹黑，脸都不要了。抄袭小能手陈武兰更绝，原文引用口述编织者陈雪姬的林三生先生访问记录。林三生说道，利用关系将一些可以用的机械引擎都卖掉，更有好一架飞机被弄成废铁来卖的情形。那时候这种官商勾结和投机赚钱的人不少。我还找到2002年拍摄的台湾纪录片《寻找1946消失的日本飞机》，导演郭亮银。影片太久远无法在线观看，不过我找到郭亮银导演发表在台湾日报的文章，其中一段，宜兰县使馆当义工的李英茂先生说，把那样世界知名的飞机，那样有日本大和魂的文明利器，当作洗屁股的脸盆，煮饭的铝锅，真是愚蠢。你爷爷在无形中成为历史的巨人，撰写台湾人400年史的史明，解释当时一个泼盐水保养飞机的说法。台湾人看见飞机生锈当废品标售卖出去，才恍然大悟当初特殊保养的目的。如果真的说有罪的是那些贪污的接收官员，也不是你阿公。还有啊，向往日本神风大和魂的台湾人群组，看样子这群主人喜欢用头撞军舰。发帖人林先生说，网友抛出2帧邓南光先生作品，显示一堆轰炸机被肢解之后残骸及工人正拿铁锤试图拆解飞机引擎，推论这原是松山机场内的4式轰炸机，一代民机4式飞龙则在接收后被国民党拆掉当废铁。在1946年前后，我们的父祖辈路经台北车站前看到这景象，心里是什么感受？开门见山，这些都是他妈逼的造谣的。这代价是什么？一切。一、国军空军的飞行训练不匹配。国军大战后期绝大部分是美系飞机，国军的飞行员在美国训练开美系飞机。二、国军空军的后勤保养日系飞机不匹配。二战后期的国军空军是美系飞机，其保养维修飞机的后勤体系也是围绕美系飞机。三、还记得日本海军的嘉义化学工厂吗？那里生产酒精。二战后期，由于盟军轰炸和封锁台湾，台湾的汽油存量很少，会在飞机燃料中添加更多的乙醇。虽然乙醇对发动机内部有清洁作用，但对飞机的控制线路和输油管道有腐蚀作用。长期使用乙醇汽油，飞机外表虽然光鲜，但内部老化，存在飞行隐患。国军第6混合大队、轰炸机第5中队、战斗机18、19中队的确使用过日系飞机。台湾的航空杂志《航空最前线》在2018年的脸书上说，因为国府空军缺乏来自于日本的零件与后勤补给，用不到1年都被放弃当成废铁卖掉了。二战中经常打飞机的朋友，我个人推荐这个频道，讲解国军空军在美训练的真实历史。4. 这是最重要的，防止会开日系飞机的人员偷开飞机轰炸台湾，造成社会动荡。我可不是瞎胡说，还真有案例。就在嘉义28爆发时期，计划攻下嘉义水上机场后，驾驶飞机轰炸台北行政长官公署，又如10多位自日本陆海军复员的飞行员、整备员知悉日军的海军航空队留下飞机，欲前往夺取飞机，载送代表人员飞往东京，以影响国际视听。哇塞，还要轰炸台北嘞，还要飞到日本嘞，飞到日本干嘛？向日军告状。我在228专辑3里说过，那时美军也在韩国和日本镇压当地反抗，很明显驾驶飞机到日本是联络日本人反抗盟军。总结下，二战结束后的国军空军
已经转为美系飞机的训练和后勤体系，没有针对日系飞机的训练体系和没有日系飞机的零配件跟后勤保障。台湾被盟军长期封锁下，台湾的海航飞机使用的是具有腐蚀性的乙醇汽油，日系飞机有飞行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防止台湾皇民掠夺飞机，造成社会动荡。林三生访问记录是徐雪姬编写，但他写的嘉义32事件的论文并没有提及国民党偷卖飞机当废品。徐雪姬还稍微要点脸，和抄袭小人手陈武兰和其他谣言制造机郭亮银、林三生、李英茂、史明、脸书林等就可恶至极，为了台湾价值丢尽了台湾人的脸。抄袭小人手陈武兰的指导教授郑子是李晓峰的三同好友，说蛇鼠一窝不过分。徐雪姬在民国83年的论文提及，嘉义专卖局贪污案、嘉义仓库物贪污案都是骇人听闻的案子。贪污案是事实，两个案件在民国35年7月和8月立案侦查，分别发出通缉令。民国114年的今年，相隔80年的今年，台湾又有多少官商勾结以及潜逃的通缉犯？最重要的是，之前的通缉犯还畏惧法律，隐姓埋名。在执政党9年的治理下，金融犯罪嫌疑人、通缉犯在网上呛回去的时间是我自己来定的，这种目无王法的态度把司法尊严打碎了一地。嘉义说完，说台中，民军3000人围攻嘉义，台中提供了大量武器和人员。228之前的台中状况和嘉义高度相关，雾峰是台中的粮仓，台中是台湾的粮仓，也就是说雾峰没米吃，整个台湾也没米吃。春秋无面者，静宜大学教授、促转会的专家苏尧从写的《战后台湾米荒问题星探》中举出了雾峰假米事件，认定国军假米导致台湾米价暴涨，影响官民关系。台湾的课本读物中也说，国军抢地方农会的米，让台湾社会反感。先说结论，这是春秋笔法制造的谣言。首先，台湾粮仓的台中是米吃多吃少的问题，雾峰是台中的粮仓，更加是米吃多吃少的问题。台湾其他地区米荒更加严重，是米有没有吃问题。那请问现在同岛一命的感情下，面对这种状况，你是管理者会怎么做？也会强制把米多的地区运米出来，供给给没米吃的地方。再说说国军强制运米的动机比较复杂，也有档案解答，大家听我详细分析。查阅台湾每年的米产量，1944年106万8千吨，1945年63万8千吨，1946年89万4千吨。1946年3月14日，国军到雾峰农会运米，这些米是1945年生产的米，也就是说1946年上半年的米荒是1945年导致。1945年米产量历史最低，原因是20多万台湾强壮劳动力成为台籍日本兵在海外作战，盟军又针对台湾进行封锁和轰炸，导致台湾缺少化肥和破坏了灌溉设施。1945年米产量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也就是说台湾缺米的源头是日本帝国发动战争以及当时台湾狂热军国主义导致，而台中是台湾的粮仓，米还是比其他地区多的。国军把台中各地米强制运出，以低于市价1元的价格在无米地区出售，目的是平衡各地米消费。同时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向福建省求米20万石支援台湾省。由于运输跨海，只有部分米到达台湾，远水救不了近火。最后重要的是，春秋无面者苏尧从不会告诉你的是，继续存留在农会仓库的米会变成日本人的米。我在228专辑3中说，二战时日本总督府超发货币，光复后物价突然高涨，加上1945年的台湾米产量是历史最低点，台湾的地主农民开始私自囤米，不肯向台湾市场卖米。管理者面对整个台湾缺米又增购米十分困难的情况下，1946年1月5到10日，行政长官公署委托台湾广播电台举行民意调查，结果赞成24404票，反对32656票，取消了粮食配给制度。投同意票的大多数是农业户口，22295人同意取消配给制度。修正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管理粮食临时办法说得十分清楚，农户方面主要指地主、佃农、自耕农，
民国34年，也就是1945年的第一期鹰角米要追缴，第二期米停止缴纳。已经缴纳的安龙志第410号公告给予奖励现金和布匹。地主和雇农方面的详细规定在第3条。佃农民国34年第二期应缴的猪谷，按照民国34年11月27日梁秘方志第22号文件公布的为准。民国34年第二期生产的粮食，分地区分等级由农会进行收购。现在用现金缴猪，地主应该停止让佃农用实物缴猪。后面还说，本省境内粮食准人民自由买卖，禁止台湾粮食出省。这个修正管理粮食临时办法是保护台湾佃农和自耕农的利益，打击地主利益。自耕农和佃农会租用地主的土地种粮食，农会收购粮食的价格相对于走私商收购价低。租地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只需按照农会收购粮食价格给地主缴纳地租，减少了租地农民的地租负担。加上本省境内粮食自由买卖，禁止台湾粮食出口，这样可以确保地主、佃农、自耕农手中的粮食释出到台湾市场，平衡台湾各地米价。但地主则希望佃农和自耕农缴纳的地租是实米，这样可以把台湾米走私到日本谋取暴利。原因就是28专辑2中说的，走私船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一不会空船航行，二三角贸易才能赚得更多。台湾的特产有大米和砂糖。1947年前的中国大陆的米价不如台北高，要等到1948年后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的米价才高于台北，但还是不如日本高。糖方面，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大陆的红白糖产地，台湾的高品质砂糖价格贵，相对市场就小，而日本此时没有糖产地，糖的需求量更大。228事件爆发前，如果只在台海之间走私，船长们会越来越穷，他们不是当慈善家，他们是要赚钱。黄海的走私最高利润点在日本黑市中的非法交易。二战后黄海南部的走私，如果从上海港起航，走私船装的是长三角的特产、轻工业产品和民用生活品，前往台湾港换成台湾特产米和糖，经过中继站冲绳岛装上当地特产，比如遗留战场的弹壳和枪炮以及偷卖的美军物资，运往日本本岛卖出台湾米糖，再购买日本工业品和日军物资，最后把冲绳岛特产、日本本岛特产运回到上海。如果是从台湾岛起航，那就是装上台湾岛特产，经过冲绳岛装上冲绳岛特产，前往日本本岛换取日本工业品和偷卖的日军物资，再运到上海换取长三角特产，最后到台湾岛出售长三角特产，购买台湾岛特产，前往冲绳和日本。黄海北部的走私路线也是如此，北朝鲜半岛的轻工业产品到南韩换取农业产品，南韩特产经过中继站济州岛前往日本本岛，装上日本本岛的特产前往大连青岛，带上中国生产的轻工业品和民用生活品，最后回到朝鲜半岛。我在228专辑3中讲解了台湾米走私商结构，说完走私背后的金流大佬，再说说台湾特产的交易中间人。中间人是台湾岛在地购买台湾特产，运输到港口再卖给走私船的商人。经常被日本帝国殖民的朋友都知道，当时出口大米的买卖由日本公司垄断。这张是1934年台湾米贩卖管道流程图，中间商由台湾人担任，收购台湾农村的米。台湾米移出商是在台日本人开办的公司，也有台湾人入股合资。能跟日本人合资的前提是跟日本人关系十分密切，这帮人的心理认同是日本始终，这也导致走私台湾米喂饱日本人，让台湾人没米可吃上没有心理负担。台湾米移出商购买了台湾中间商的米后，把台湾米海运到日本卖给日本移出商，日本移出商获得台湾米，最后卖给日本消费者。但是二战结束后，在台日本人垄断特权消失，顶地空位的只能是台湾商人，就是下面这一群台湾本地米商，跟以前的中间商、台湾人移出商进行了合流，形成台湾人全面控制的台湾米移出商集团。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粮食高级，黑市价格高起，金流大佬非法购买了大量日本人资产，欠日本人很多钱，把台湾特产走私到日本，既能还债还能赚钱，富贵险中求，道义丢两旁，
这帮人有大钱赚，管台湾死活干嘛？这可太行了。如果公权力不干涉农会仓库的米，那米继续留存在农会仓库，不释出到台湾无米市场，走私商会收购农会仓库的米，这样台湾米会变成日本人的米。如果把农会仓库的米分卖到台中雾峰本地人手上，就跟我之前说的那样，台中人是米吃多吃少问题，别的地区的台湾人是米有没有吃的问题。国军把台中各地农会仓库米运走，低于市价1元的价格，在无米地区出售，打压了台湾地主的利益，稳定了整个台湾的米价。强龙自然得罪了地头蛇，他们的后代自然要洗白历史。春秋无冕者苏瑶虫洗涤人心的手法，脸都不要了。说到春秋无冕者苏瑶虫不要脸，我还发现无耻的连菊花都不要。新政府解口粮产不足，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要求肥料援助，示意联总提供24万吨肥料协助台湾粮食增产，但24万吨化肥抵上海后，只有13万吨多运来台湾。这是苏崇尧自己引用自己写的资料哈，这个只有用的十分绝，好像联合国支援的24万吨化肥全部都是台湾一个省的，然后被中华民国克扣到10万吨多，导致台湾粮食生产受到阻碍，让人认为中华民国好坏坏，把台湾人当外人，没当自己人，是这样的吗？另外篇论文中引用的是春秋无冕者苏瑶虫主编的材料，联总运抵台湾的肥料达14万吨，几乎占原华总量 70%。 我们再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组织架构来看，台湾分署只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一个分支，总共才24万吨化肥，分给台湾达14万吨，占比 70%， 这是把台湾当宝，待遇远超于中华民国其他各省。不要脸不要菊花的春秋无冕者苏瑶虫教授，这个教授这个孽畜，在自己日文论文中同样引用自己写的资料，24万吨化肥只有13万吨运来台湾，这句话消失了，没有了。在日文论文中不敢造谣，只在中文论文中故意抹黑造谣，是为了台湾价值洗涤人心，脸和菊花都不要了，这个孽畜。现在是网络时代，马上又要进入 AI 时代，我还真发现洗涤人心的成果。抄袭小人手 No.2 台历史研究生赵正阳的硕士论文中显示，因此联总预定援助台湾约40万吨的肥料，最终则运了24万吨，但是运抵台湾的只有13万8700吨。不要脸的真不要脸，是援助台湾吗？是援助中华民国的，给了你们13万8700吨，还造谣抹黑，这个孽畜。我又顺手找了下赵正阳的指导教授，春秋无冕者 No.2 台史所教授陈家宏，果然老鼠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只有的谣言还被侧翼贴到 PTT 上，然后转发到侧翼网站上进行深度传播。说好的肥料呢？24万吨抵上海后，只有13万吨送到台湾，这个孽畜。果然台湾价值的造谣产业链洗涤人心，效果显著，上到知识分子，下到网络写手，利益充沛，源远流长。中华民国把台湾当宝贝，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台湾，不知好歹的一群白眼狼，没脸没皮没道德底线的孽畜，到处造谣抹黑。玉璧刺客信条中的黑人武士，其历史考据失真，闹出大量风波。反应最激烈的是日本，游戏本身是想象的艺术，篡改下历史不足为奇。遭到大量抵制的原因是，刺客信条之前的版本是以还原真实历史而受人欢迎，但政治正确后，刺客信条忘记初衷，在游戏中篡改历史，被人唾弃。假如历史学者造谣呢？是对自己职业的侮辱，是对历史学这学科的侮辱，是对未来孩子的侮辱。那这个人类社会必定道德低下，他们的未来必定暗淡无光。下一期直接进入最残酷的嘉义228战斗。